卓越的营销管理从这里开始。你好，我是孙晓东。好了，讲完我们为什么要用营销的视角来拿地，我们讲第二个知识点啊，项目投资决策可研调研的一个测算。那么在拿地之前，我们营销要参与这个可研报告，我们参与什么东西呢？我给大家简单讲一讲。那么在讲这个知识点之前，给大家分享一个知识啊。那么孙老师，在前次的时间我们要做两个可研，一个是负责拿地的可研，一个是拿完地之后做产品可研。这两个可研报告有什么区别吗？好像都叫投资可研啊，区别非常大啊。我们说拿地的可研是财务视角的，是营销给他提供一个数据，我只要告诉他整盘均价多少钱就可以了。而我们说拿完地之后，产品定位可研报告可不是均价了，是吧？同样是20万方的住宅，我20万方里边有配了洋房、小高、别墅了，最后我能卖20个亿，但是我配了小高和这个高层没配洋房别墅，我可能只卖18个亿。同样是20万方的货量，不同的产品配置，不同推盘节奏，你的货值、你的利润支撑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啊，投资可研研究的是市场的均价啊，这个项目在投入产出比方面，在宏观的这种市场环境下，未来1-2年市场均价是什么样的？而我们的项目定位可研是对整体的开发量固定的情况下，如何通过我们的产品细分，通过通盘节奏、产品溢价、互相多产品的配合交叉，实现产品多卖钱。所以我们说，前期的投资可研关注的是财务算账能力，而我们的后期的产品定位可研关注的是产品溢价能力。两个可研报告的重心是不一样的。虽然有的企业两个可研一起来做，但是它的深度以及视角是完全不同的。就是前期投资可研我们关注的是整盘均价，而我们的后期的项目定位是考虑的是动态管理，不同的推盘节奏，不同的产品互相交叉，能不能实现整盘均价的溢价能力啊？这两个项目的研究的方向和深度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我们说可研性分析，这两个分析的逻辑都是清晰的啊。我们说一般研究7个维度的内容，但是项目可研更宏观一些啊，我们的产品可研更加的微观，更加的细致一些啊。一般我们会关注7大核心内容，我们有的企业叫7对眼睛，但是不好意思啊，7对眼睛跟这个7大核心不是一个事儿。7对眼睛是7个部门开一个会啊，工程设计、成本、财务、采购、营销一起来开这个会，来去判断这个项目这么干这个项目。所以我们平时日常上说的这个7对眼睛，不是我们说的7大核心研究内容啊。7大内容是什么呢？第一个，项目决策背景分析，这个项目是在什么背景下决策拿这个地的？到底是进攻型的还是防御型的？是想跑现金流还是追求利润率啊？这个背景分析要研究啊。这个项目所处的城市的宏观背景，这个城市是外流型的还是吸附型的？是吧？是这个城市是属于这个外溢型的客群，还是属于吸附型的客群？这个城市是上升期还是下升期？对房地产是喜欢房地产是热衷的，还是排斥房地产，还是开始限购限贷了？这个项目决策背景分析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就是我们法律及政策性风险的分析，这个城市里边近期有没有限购限贷，未来有没有，是吧？这个项目近期内有没有楼王未来有没有地王，这些都是我们研究的一个内容。第三个就是项目市场分析，是吧？这个项目市场总体的过去3年的供求关系，以及未来3年的市场表现，过去3年未年市场来判断我们开发周期里边所出的市场变化。第四个就是项目规划设计分析，这个地能出多少货，是吧？容积率我们产品配置这个间距关系采光这方面的物理条件第二个，项目开发计划分析，就是我们要分几期开发，我们企业对这块地，是吧？中短期的利润还是中长期的利润？是靠房子赚钱还是靠土地升值溢价赚钱？开发周期的研究。第六个就是项目投资收益分析，这块地到底是这个见利就走呢，还是要多放些时间，多获得高利润呢？这个判断是很重要的。最后一个就是项目管理资源配置与其他综合分析，就是我这块地适不适合我这样的企业开发，是吧？我拿这块地是不是我们擅长的？所以我们说这7个核心研究是我们在投资可研里边必须要体现出来的那么把它再简化版，就是说我们做投资可研报告里边涉及的几个章节内容，其实核心很简单包括我们的产品定位，包括我们的强拍方案、目标成本、运营计划、经营测算、敏感性分析最后再确定是否拿地
它是有一个从宏观到微观从前端到后端的一个推演的一个过程它是一个逻辑的。那么在拿地前端的话，我们要算清一个账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拿地的成本以及我们动态开发的成本综合成本算清楚，然后结合我们市场的表现，预判一下未来能卖多少钱，测算出来我们这个项目的盈利性。大体上分为4个维度。第一个就是项目盈利预测，这个项目能赚10%还是15%还是20%。第二个就是项目现金流就是我们投多少钱每年的滚动资金多少钱能赚这10%，是吧？第三个就是项目现金流平衡表，就是我到什么时间靠卖房子能把前面投入钱能赚回来，这个时间的长短对我们的财务税收都有很大的影响。第四个就是项目 IRR 等指标测算，就是投入产出比。同样2块地，这块地投3个亿启动，旁边地投5个亿启动，那我2块地的这个启动价值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吧？我有10个亿在 A 城市可以建3个项目，在 B 城市只建2个项目，那我可能战略性选择 A 城市所以我们说，其实我们说在投资可研这个阶段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的算账能力其实是一个很繁杂的一个复杂的一个我们的一个测算的一个过程，需要我们营销给予更多的市场数据的支撑那么我们说投资可研的算法，不同企业的追求是不一样的。那么大体上全中国目前我走了很多这个企业，跟他们进行交流，大体算账的模式呢分为2派第一类呢，就是我们说的玩产品溢价的，就是靠砖头卖钱的，就是玩快的2年半3年必须要收回资本的。那么第二类就是玩慢的，像李嘉诚的和记什么重庆的什么这个香港置地一个项目卖10年20年，靠这个土地溢价赚钱的，这2个维度是我们当下的2个流派。那么他们大体考虑的这个项目的一个测算，大体分为2个维度。第一个就是利润，就是我的利润高与低多与少。第二个就是现金流，我要投多少钱玩这个项目。那么无非这2派的话，就是有的是追求利润多一些，现金流少一些有的是追求现金流指标多一些，利润少一些就是我多投，我有资本大的我可以放一放，因为我没有外部的借的钱，所以我没有财务成本更高，所以可以把它放时间长一点。但是我要想利用有限的成本小步快跑的方式高周转的情况下，那我们对某个项目利润的需求量就必须要降低我记得在19年的时候，我参加这个小中粮战略决策会的时候新项目净利润值不得高于4点几5点几，他们有一个指标，不像很多开发商我们拿个地不能低于多少，他说不能高于多少，因为什么？我们要追求高周转，是吧？你的利润值高了，它一定是卖的慢。同样一个区域的房子，别人卖8000，你卖9000，你肯定卖的比别人慢，是吧？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逻辑。所以我们在利润和现金流方面进行一个取舍不同的企业追求是不一样那么我们从这个利润和现金流2个维度再反推，我们说平时我们关注的更多的几个核心 KPI 给大家讲一讲第一个叫 IRR 就是投入资本的年化盈利能力，就我投这钱什么时候能收回来这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过去都是拿自有资金来做，现在都是滚动资金，都是杠杆资金，资金成本很高，10个点15个点，如果你卖的时间过长的话，那很有可能你赚的利润还达不到你的财务成本，看上去好像静态的是赚钱了，实际上时间越长赔的越多，所以这个 IRR 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就是 ROE， 是吧？ ROE 股东投入资本的回报率，就是我投多少钱给我分多少钱，你不把这个算清楚了，谁会借给你钱是6个点还是8个点10个点，就是我们要拉更多的投资人帮我们去干房地产，很重要。所以不同的企业，有的企业追求的是 ROE， 有的企业追求的 IRR。 你比如说有一家企业特别有意思一家企业就是在过去15年是中国地产的一个标杆企业，叫万通冯仑冯老爷子他们家。老冯就跟我说我们现在干工业地产，我们的 IRR 非常漂亮，说不用花钱拿地，地越来越贵了，一个项目的土地质押成本占70%-80%甚至更高，那干嘛我不绕开土地招牌挂，我去干工业地产？至少工业地产是不需要我们招牌挂土地的吧。所以你看不同的房产企业，它在不同的维度去经营，它其实追求的这种 IRR 和 ROE 的这种回报率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看你的企业能不能算过账来包括 ROIC 也是一样的，项目投入资本的回报率，是吧？我借的钱投入去了赚多少钱？我自有资金能赚15%，借的钱能赚5%就不错了，是吧？能够通过借的钱把我项目滚动开发起来，不求它的回报率，这也是很有可能出现的。包括经营现金流回正的周期，项目投入回收周期越长，风险越大。万达就是这样的，我借你的钱3个亿5亿，在上市公司拿地去了，6个月必须要回过来。所以万达在开盘前的要求非常高
必须6个月必须要开盘，前提是在4个月必须要把什么融资贷款拿回来，一定是做融资四证融资四证其实就是一个虚拟四证，不是真实四证，就为了融资的，因为融资需要报批审行各方面要批的，所以我们快速建一个综合体，图差不多，是大概其的方向差不多，大差不差，拿这个图纸就去融资去了，融资批回来之后转天再开盘，这样的话能够把金融方面的这个回款和市场方面的回款有效的利用到我项目当中来，快速还给集团的钱还回去，拿这3个亿再去别的地方拿综合体再去开发。所以我们说你的锅盖能盖多少锅，跟你的资金的经营现金流回正的周期是非常的重要的。第3个就是自有资金回正周期，就是我自己投的钱和金融回正经营借的钱，我的算法是不一样的，是吧？自己的钱成本是低的，我从金融杠杆算的钱成本是高的，而且不但成本高，而且它归还是有周期节点的。到这点了，你得还债，还不了债的话给你差评，人家会起诉你，甚至很可能把你其他的这个资金断掉，你就出现一个短期挤兑的现象，就会出现休克性死亡。所以我们说不同企业不同时期关注的重点是不一样的，就是营销我们提供的数据也是要服务于不同的企业，你的前期投资可研的测算的这个测算的这个公式一定要结合我们自身企业的这个要求进行我们的方案我们的这个测算。那么具体的我们是包括 IRR 也好包括 ROE 也好 ROIC 也好包括这个经营现金流回正周期包括自有资金回正周期这些算法不展开给大家讲了，那大家在书本上在我们的这个网络上都能查得到包括我们的项目全投资 IRR 自有资金 IRR 包括 ROE 包括这个项目 ROE 还有是这个平衡股东的 ROE 包括 ROIC但是有一个现象大家要关注这些所有的公式里边都会出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指标，叫净利润。那么同学们，一旦净利润出现了一个虚拟不真实的话，你整个测算的结果就会发生很大的偏转。那么净利润的直接联系是什么呢？就是你的销售额。所以营销在前期参与测算的时候，会给出一个非常客观于市场的净利润，这也是目前为什么这么多企业要求营销参与这个投可研的这种测算。往往你如果让一个前测人员前测部的经理拿地的经理给你干这个数的话，他一定会高估销售额，高估净利润，这样的数值比较好看，容易拿这个地，拿了地之后自己分奖金。但是一旦拿了这种地，你卖不出来这个价格，对整个企业会有灭顶之灾的。所以的话呢，还是希望大家要关注营销人一定要对净利润值进行一个科学的计算。换句话说，公司请营销人参与前测投资可研报告，你要报出来一个最重要的数值，就是你的销售额。换句话说，你的净利润值是必须要精准的。那么我们说动态投资可研算法，就是我们要在整个项目开发的过程当中，第1年卖什么，第2年卖什么，第3年卖什么，通过不同时期的销售周期和销售的价格的议价能力，来确保一个均好性的一个均值，是吧？第1年我卖27000，第2年涨10%，卖到29000，第3年涨10%，卖到31000，那这个项目这个利润率均值3万，29500，这就是我们要给出的一个数据。那你到底第2年能涨出10%来吗？第3年能涨出来15%吗？这要看什么？我们对市场未来预期的一个预判，往往这个预判难度非常大，它受政策环境影响，受市场竞争力的关系影响，受客群的这种流动性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做一个项目的前测定位，特别是投资可研定位，对操盘手的这种阅历，对未来市场的这种阅读能力要求是非常高的这是一个我们说的预期的一个未来预期的一个测算值，这个能力一定是对我们每个经营者有很高的要求的。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万达我们经常干一个事情，每个月100多个操盘手我们会做个小赌局我说我下周开盘我能卖110套住宅，最后卖了上下不超过5%，这个操盘手是高手，就我能预判未来，这就是你的能力。那么如何预判呢？根据现有当下的我的庄户情况、认筹情况以及筹的实不实的情况下，以及性价比关系来判断我能控制未来卖多少的走势。就是营销工作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你具不具备可控性，这是一个操盘手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所以还是我们给大家讲的就是我们这个行业最多的是经验经验很重要。所以我们在前测定位阶段的时候，特别是投资可研定位的时候，给集团一个真实的一个有依据的一个预判，通过过去的数据来预判未来的数据，这个能力是每一个操盘手必须具备的。
那话说回来了啊，最难的也是对这个净利润值的一个测算啊，决定可研结果呢就是净利润，销售额是关键。投资可研阶段最大的难点和风险点就在于销售额的估值。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大家如果有机会参与到集团的这个项目拿地的可研的方面，一定要谨慎对待净利润值的测算啊，一定要把它的静态的以及动态的啊影响净利润值的这种因素，市场表现方面的因素要周全的考虑，才能给公司一个合理的一个建议。还有可能你做完这个测算，这个项目以后就归你卖哦。你测算出来的能卖到3万，最后实际上你卖不到3万的话，公司会拿这个之前你测算的数值跟你去问责的啊。现在很多企业搞什么这个众筹啊，是吧？让我们这个管理者要投钱啊，一块来干开发，核心就是捆绑你、绑定你。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环节上一定要谨慎啊，谨慎。所以我个人的经验是，尽量别太高估了市场的表现啊，因为过去是有周期的，现在不一定有了。好了，做一个总结啊，结束我们第2环节的一个知识。过去高利润时期，企业追求的规模化啊，追求高周转的时代啊，是以开发战略主导，拿地主导的。那么在19年之后，3条红线落地之后，在微利时代啊，测算值是否可实现是企业痛点，营销参与通过市场的方式主导前期投拓已经成为趋势了。所以营销在未来3-5年会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前期投可研的这种工作当中来。希望我们所有营销人做好准备。如果你有这个能力了，你很快就会被公司重用，甚至高升啊！希望大家能够掌握这个知识啊，尽快的实现一个全能技能的营销管理人员，尽快的实现我们的自身的这种升华。那么第3个知识点，给大家讲讲项目投资可研执行及报告的撰写。那么我们在拿地投可研的时候，我们一般一个营销报告要写什么内容呢？给大家在这个章节里边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啊。投资可研报告营销部分内容主要是为了拿地测算提供数据依据，数据不像定位报告这么深入，但是宏观性和及时性是关键。就是我们可能这个投资可研的报告内容不会像我们的项目的这个产品设计啊可研报告这么的深入啊，讲客群、讲市场、讲竞争关系、讲这个政策关系，但是一定是及时性和准确性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宏观性，就要对未来明年后年的市场预期进行一个预判性的一个判断，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我们说一个项目的可研大体的逻辑啊，不管是投资可研也好，还是这个产品可研也好，它都是遵循的一个逻辑，就是从土地这个视角切入，然后从产品视角这个转出，就是把用地规划变成建筑规划，这个过程就是我们可研的一个过程。那么拿到一块地之后，通过土地的 SWT， 通过它自己的自身的这个属性的一个分析，它的环境配套啊，它的土地平整性啊，以及它的规模呀，来定制一些这个产品适合做什么产品，根据这个布料来设计我们的这个开发方向。然后通过我们企业不同的企业拿到地块是不一样的，对吧？有的是15个点，有的5个点，有的是3年开发，有的15年开发，它的需求是不一样的。通过我们的企业运营目标的解析把地段物理属性和我们企业的诉求化学属性融为一体得出来一个方向。那么这个方向的话呢，要经过3个维度的这个测算和调研支撑。哪3个维度呢？城市研究，这个城市你想做长线，它支持不支持长线，是吧？这个地方未来有没有地方出现，能不能出现城市的功能的这个升级，地铁呀、教育过来使地价升值，是吧？判断这个事情。第2个市场研究，同行给不给你竞争的空间，是吧？这个市场是空白期还是竞争期，在未来是空白期还是竞争期。第3个客群研究，有没有客群为你这种产品而买单，是吧？你的地缘客户、投资客群、泛地缘客群、流动性客群能不能支持你这个项目销售的这种需求？通过城市端的、市场端的和客户端的3个方面维度的客观分析，来去论证你的物理属性和化学属性，就是 S、W 是物理属性， O 和 T 是化学属性，能否实现？那么通过3个客观因素的论证，要给出项目定位，你的战略是贴靠型还是差异型，是引领型还是这个辅助型，是跟随型你的市场、你的产品以及客户定位，要什么样的客群买我的房子，是吧？龙湖小资情怀，是吧？万科都市白领，是吧？建发中产阶级，
那不同的企业对客群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啊。通过客群的反馈，然后再去倒推我们的产品的配比及竞争策略。这产品定毛坯房还是精装修啊？是吧？万科有梦想成真4个产品系啊，是吧？低配高配的装修是不一样的，是吧？这个产品里边配个幼儿园呢，还是配个人工湖啊？是吧？它的产品配比以及竞争策略啊，产品的发展建议，最后到营销战建议。所以我们说，其实我们的可研报告，不管是投资可研还是这个产品的这个设计可研，其实核心都是一个维度的，就是把我们的项目通过抽丝剥茧一样层层剥离，把真实的客观的市场的需求和我们的产品进行有效的结合。那么最后的报告定位的结果并不是以我为主的，要根据企业自身的需求，我们的功能、成本和售价，以及客户的需求，包括我们的新生客户、周边客群、历史客群、特有客群、投资客群啊，进行一个有效的匹配。我们是营销人，营销人叫居间又叫中介，是吧？是基于买方和卖方之间形成一个平衡点。开发商一定是想高价卖，想赚钱，而老百姓特别想低价买，想省钱。所以我们营销干的事情就是把企业赚钱的需求和客户能够达到上限需求进行有效的匹配，形成一个平衡点。这就是我们提出来的，就是我们说的需求定位的一个十字平衡理论。那么这个平衡点还要放在一个什么呢？大的历史维度上去，根据这个城市的供求关系，根据我们的成交比例算出来我们这个产品在这个入手时机里边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市场是买方市场还是卖方市场，是供大于求还是供不应求，我们的价格是有随着时间在调整。所以我们说项目定位它更多是依附于市场的数据，作为一个科学的一个推断，是一个推理过程，而不是拍脑门定的一个过程。希望大家一定要了解我们的可研定位的一个组织逻辑，这样的话才能有效的展开我们的工作。但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在可研方面多花些时间多搜集一些数据是值得的必定一个项目几亿几十亿投资不是个小数目一定要在前期想明白了再干，这是很重要的。有很多项目出现这个问题，大部分算来算去就是拿地出现偏差了，这块地不能拿，算不过账来，拿贵了。一旦出现这种现象的话，什么都于事无补了，再好的产品，再好的设计，再好的创意无效。所以431法则，40%的权重来自于拿地决策，营销人一定要慎之又慎那么结合我们的售价、功能、成交、供应、成本这几项物理属性，结合我们的自身的企业的营销力的能力，我们品牌力、产品力、推广力、暗场杀客能力、营销综合能力，然后给出这个项目我们的定位到底是做 A 端的、B 端的还是 C 端的，到底是做我们的 A 类产品、B 类产品还是 C 类产品，打击市场，这个包装能力很强同样一块地，同样一个产品，是吧？我们做成水晶城系列做成这个金玉系，不同产品系，它的销售这个议价能力是不一样所以这个包装能力体现出我们营销人的一个判断和一个议价能力的一个确保。那么结合我们的目标市场、产品需求、产品差异化价值、产品收益价值以及营销组合，先卖什么后卖什么，推出2个维度，一个是产品的业态规划、规模、功能和布局，再一个维度推出我们的经营形态，到底是卖还是租自持吃什么我在前天还跟一个领导在交流我们有一个项目，一个标杆企业20强的企业拿了块地，我要自持，我要吃商业，吃10年再卖。你有没有这个经营能力？商业你把经营好了再卖，是能卖出高价值的。商业是经营型物业，是吧？租金高了就能卖好价格。但是我就问他一句话，你有经营商业的能力吗？你有招商能力，你有运营团队吗？我没有。我说与其那样的话，与其吃商业还不如吃写字楼了。为什么？很简单，你吃商业你要经营这个商业，这商铺是你的，你要考虑第三方在这个商业里边装什么内容，你要考虑卖货的问题。开火锅店你有店长吗？你有品牌吗？对吧？但是你要经营个写字楼的话，你不用考虑什么样的企业到里边去租赁，你只要能租赁好、经营好就可以了，把物业服务做好就可以了。所以在没有经营运营能力、没有招商能力的企业里边，你自持的产品一定要越简单越好，是吧？能做个载体就不要自主经营。所以我们说结合我们的过往的数据，要反推我们的销售租赁的形态这也是我们在项目定位里边要关注的内容。要把我们自己的主观意见要和我们市场的这种客群进行有效的一个反推。一般我们做项目定位的时候要做我个人感觉要做深入访谈不要找什么新浪找什么这些个央视做什么几千份问卷，说老百姓问你这是买房的话买花多少钱买房，这个无效的
啊，那些个被问的客群，他们很多人是想买房，但很多人不想买房，就是随机一谈。往往这些错误的逻辑思维会给你一些错误的一些个判断。所以一般我做项目定位，一般做深入考察定位，一般就是50份问卷，但是这50个人一定是我们精挑细选的、具有代表性的客群来给我们进行一个数据分析。找30个已买房的客群这个客群一定是买过房子，他才有发言权。在这个区域买这个房子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是喜悦还是后悔，一定要把他的这种成交因素给他挖出来。再找20份，包括5个同行，5个当地操盘手的操盘经验，要详细细致的给你讲一讲。我们要带录音，要带录像的，把这些个客群的切片和同行的切片进行仔细的分析。而且这些人是给我们可以带来意见领袖，他们后期会给我们导入很多客群。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上下游，我们的政府官员还有我们媒体，他们是更有发言权的。所以我们把已成交的客户的分析，以及同行的分析，以及上游的这个资源的详细的分析拿到手里边去，仔细比对一下，看看我们的想法和他们的看法是否形成统一。这样的话，你的调研才会有真实可靠的支撑。这4个调研内容购房客群的、同行的、上下游公司一定要选择针对性的调研，而且必须带有摄像、录音的真实的深入挖掘的内容。问卷不展开讲了每个企业调研问卷都不太一样，大体的内容就是客户特征产品需求项目测试专项测试客户背景还有比这更复杂的不展开讲，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样一个内容那么最后我们的可研报告的一个最后的它的维度它一定是从我们的产品出发SWT 这个项目的物理属性和化学属性，以及客户的需求以及企业的需求，形成一个十字交叉平衡点，在产品端、客户端以及我们企业的盈利性方面寻求一个平衡点不能说过度依附于市场，也是不能过度依附于企业需求，一定是寻求一个平衡那么在这个环节的时候，我们营销干的事情就是一个估值不管你后边的所有这些个测算的方法多么的复杂，但核心还是我们的营业额。营业额是估出来的，净利润也是估出来的，所以这个数值是考验每一个操盘手能力的时候。但是你要想估这个值，前提一定是有大量的数据和分析的过程当中。所以决定可研结果的就是净利润，销售额是关键。所以希望我们所有的操盘手，大家一定要有具备市场前瞻性以及市场能力分析的这个能力，这是很重要的能力。在微利时代测算值是否可实现是企业的痛点。营销在投资可研阶段的专业度是关键我们做了一个正确答案，那么对未来的营销会有很大的帮助。如果一旦我们盲目草率的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的话，那么你可能未来的营销会进入到万劫不复的时代这就是我们在投资可研阶段给大家提出的一个概念。好了，我们讲完第一个章节的第一个重点关注，就是如何做项目的投资可研报告。那么下一个章节给大家讲拿完地之后了，我们如何做一个项目定位报告，如何结合产品，如何结合盈利性来做一个更详细更周全的产品意见建议书这个定位做得好了，你的房子好销。但凡现在卖的不好的，户型大的剩下了，小的剩下了，都是由于这个报告定位的偏差。这个环节很重要，希望大家接下来跟孙老师继续学习。好了，我们本章节的内容就讲到这儿，我们下一节再见。